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现在我们看到啊，下大雪啊，今天下大雪。好了们，我们来试驾的这个是2021年的铃木。这个是什么？现在大家知道的人看的这个已经知道了啊。V-Strom 1050 XT。OK 哦。OK， 大雪中的试驾走起。OK， 哇，今天居然是下大雪啊！前面已经很早就预约了这个车的，没办法，今天反正下大雪也只能来骑。那么正好下大雪，然后来骑这种拉力车，应该是正好吧，对不对？拉力车不就是应该在这种天气下面骑才对的嘛，对吧？哦，这个我现在哇，大家听到没有？现在这个是风声，但是我身体上面感觉不到，我身体上面、手上面，而且还有脸上面。当然了，头盔我现在放下来的，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是风是挺大的。我骑自己的车的话，真的是感觉这个风还是很厉害的。我N档直接就进去了，这个脚踏在直接这里正下方，然后脚放下来的时候会碰到脚踏，要稍微脚要往后面一点，或者要往前一点。这个脚踏的位置好像不是很友好。哇，这个真的是啊，刚刚说到哪了？就是根本就就是感觉不到有风。今天因为风还是有点大的，而且又冷。啊，像现在这个风，大家可以听一下风声，对吧？这个风其实是很大的，但是我身上面基本上感觉不到风，只有肩往上的肩上面一点点的部分感觉得到风，腿、手，然后脸上面就根本就没有风。我现在头盔的那个就换气系统我是打开的，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到它的风。基本上都被前面的风挡那一块挡掉了，这个其实应该是很出色的一点。而且现在这个引擎的话，就这么一点点速度下面的话是感觉不到什么震动的。只是这个脚非要往前这么一点，这个不能直的放下来，这点很不舒服。今天这个天气的话有点那个厉害，今天我可能就拉速度我就不拉了。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真的是全是雪花飘在脸上，哇，根本就看都看不见。哇，像这种天都能出来骑这个车，而且这个车现在感觉我真的是身上面其实是一点都不冷的，腿上面的话可能稍微还能感觉到一点风。现在，所以说这个车如果是这个感觉的话，对吧？去出个远门啊什么的，非常舒服啊。然后，因为我这个人现在我是1.85米嘛，人也很大，然后那个感受得到风的面积应该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车的话，就真的是我坐在上面我都感觉不到风，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风，基本上你如果真的是比我还要壮的人，还有高大的人的话，那么可能你会感觉到一点风，但是基本上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我靠，今天穿皮衣出来真的是哇！这个车的这个引擎的给人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就是 V 型双缸呀？90度的 V 型双缸的这个有一个哨声，想起来这 view 的那个哨声。以前我骑那种什么3缸的时候，经常会发这个声音，对吧？这个车它也有。哇，现在这个天气，有点夸张了。今天，在现在这个速度下面的话，真的是，这个扭力还是很强劲的，中低速的这个动力还是非常好的，非常的线性，这个动力的输出也是非常的稳定的。
没有很突兀的感觉，稍微随着那个油门，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比较纤细一点的操作油门的话，完全能够响应我的这个操作的。这个非常的不错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挡上面已经有一层薄薄的一层雪了。其实我现在的这个头盔上面，这也是有这么一层雪的，所以看可视性不是很高。那当然了，我可以用手把它弄掉就是了。现在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在这个速度巡航下面，这个比较低速的一个巡航下面，这个震动，引擎的震动完全是感觉不到的，一点点都感觉不到。之前那个 V650的时候，那个650的那个时候啊，就说这个引擎的鼓动感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而且还是挺舒服的这种感觉的。但是这辆车的话，可能是因为做成巡航车，如果你有震动的话，你如果长时间的坐在上面的话，肯定就会累嘛。所以它这个车是你现在这种速度下面是根本感觉不到有引擎震动的，所以真的是坐在这个上面就感觉到只是在移动而已。身体上面一点都不累的，而且这个坐姿完全是直起来的转弯倒是不错，转弯倒是也感觉不出来它有什么重量的感觉。不过这种低速的转弯的话，应该也是感觉不出来的。待会儿还是到我们一直跑的那个山上面去感受一下。这台车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关注这台车的人的话，就知道这台车全部都是装上了电控，但是怎么说呢，它电控是多了电控也加得非常的不错。有一个我感觉什么呢？就是既然你都已经把这些电控全部加上去了，你为什么不加个快排的这种感觉？真的，这个车如果真的加上一个快排的话，那不就基本上属于比较完美的一个车了吗？而且它这个价格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怎么说呢？实际上现在快排一个加装一个的话，并加不了多少钱的吧，大概就几千块钱的这种感觉吧。几千块钱也用不到的，反正多少，1、2千、2000、3000最多了。如果是原厂的话，可能还能把成本降下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我靠，灯都不打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感觉你把这些东西全都装上去了之后，你装个快排不好吗？对吧？不香吗？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现在这个车上面，随便就可以看到这边自动巡航啊什么的都有了。所以说这个车就是让你去旅行用的。这个的话真的是完全不累啊！这个真的坐在上面一点点都不累啊，而且坐得很高，所以说这个视野范围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加上这种看到没有离合器的这种线性的感觉，刚才这种地方就不会停下来，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离合器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这个离合器的话，比如说你真的在外面碰到堵车啊什么的话，这个离合器还是非常给力的，这个手也不会累。所以说现在这个车就骑到现在现在多少几十分钟的这个感觉给我的话，这个定位的话就是一个跑长途的。这个车真的是完完全全跑长途用的这个离合器又轻又线性，哇，操作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这个换挡其实也是不错的，这个换挡的给人的这个感觉也是很 OK 的。当然了，最好有个快排就是了，没有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的。但是既然是如果就是你要跑长途旅行的话，那么对吧？有快排当然是最好的。现在这个感觉好，我们现在风开始大起来了，雪也开始大起来了，但是我身上都感觉不到。这个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呀。到大概5000转以上的话，开始在屁股上面能够感觉到这个震动了。但是这个震动的话，也不是非常密集的这种震动，稍微有一点点幅度比较大的。所以这种震动的话，之前看过我视频的人也知道，这种震动的话就不太容易累。
如果你是非常密集的那种震动的话，就很容易就累啊。一个是累，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很密集的震动会造成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不移动就位置的话，就会疼。你一直在震动那里，你就会变得疼。哎，这个它居然没有握把加热的吗？它没有握把加热的样子。这个旅行车吧，对吧？这个握把加热最好能有一个，握把加热没有看到，应该是没有。我的仿赛上面都有了，对不对？这种旅行车上面就应该加一个呗。我现在这个头盔啊，下面稍微就半开着，我现在是半开着，但是脸上面还是感觉不到风的，所以真的是这块风挡还是非常给力的。别看它感觉好像挺小的，没有像哈雷的那个这么大，对吧？这个风挡的那个还是比较竖起来的，所以挡掉的风还是挺多的，这感觉。重心稍微偏一偏就可以了，不要偏的太多。这个感觉就是因为现在人重心比较高，如果你偏的比较多的话，它这个车的那个车的倾斜角度也会变得非常的大。因为这个车都是直起来骑的嘛，所以它如果偏的太多的话，重心就有可能不是很稳定。你如果真的偏的太多，然后速度又很慢的话，就容易倒车。所以这个稍微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就不要太夸张了，就稍微试一试就可以了，就不要太夸张了。这就是之前说的，在5000转以上开始有震动，其他的话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比如说档位选一选的话，那么这个车完全没有问题。都在一些巡航的路段里面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哎呦，这个上坡这个我在上坡的时候，这个坐垫这个后面。这个我坐在比较后面的靠后面的地方，所以这个坐垫的就是载人的那个坐垫也有一个帮我 hold 住的一个作用在那里，还挺不错的。这种弯，感觉真的是这个车真的非常的适合去旅行啊。偏也不用偏的太大，也不会这个车也不会让你去追求一些什么压弯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么骑。那这个车在这里是什么感觉呢？也就是说，所有的弯基本上都是直起来骑的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弯的这种。当然了，我没有特别在压就是了，而且这种车也不是让你去压弯用的，对吧？在旅行中如果碰到这些弯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的话，也不会感觉，就比如说你真的是新手在这种弯道上面的话，也不会非常的害怕，不然的话，你比如说像一些街车，你要压得非常的厉害的话，心里肯定有一种恐惧感。当然是这东西的话，多开几次的话就能克服。但是新手吧，无论如何，这种也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克服不了或者怎么样。而且，这种车的话，比如说你真的是一直在摩旅的人，然后这种的话都是比较直的路线上面开的，不太容易能够碰得到这种弯道的。那么这辆车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弯道上面也不会有一种特别恐怖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很倾向于就是好骑，就是给一些怎么说呢，完完全全想要去旅行用的，非常适合。比如说你想拍一些视频用来什么旅游或者摩旅的这些拍这些视频的人的话，还是非常适合的这个车。OK， 那么一圈也跑下来了，我们总结一下吧。首先一个是就是在旅行中碰到的这些风都可以帮你挡掉，对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引擎的话，真的是在5000转以下你是感觉不到任何震动的，所以你只要在巡航的时候能够选择这些档位保持在5000转以下的话，那么开很长的路也是不会累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在于累不累的这个感觉上面的，就是离合器是
非常非常轻的离合器，它非常的轻，所以再比如说你在旅途中你也碰到堵车了，像我之前去秋名山的时候堵车了，对这种时候的话，那么这个手也不是很累。像这样，比如说一直捏着离合器的话，问题真的不大。这个离合器真的是相当的轻了。这个车的好处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感觉了。在这么一个天气里边，对吧？这种一般的话，你根本就是碰不到有哪个 UP 能够在这种天气里面试驾车什么的，真的是，比如说真的要试驾车的话，这个是租的，那个试驾车的话，它是绝对不会让你在这种天气里面跑的。OK， 那么在这种恶天气，这种非常非常恶劣的天气里面。也不叫非常非常恶劣了，就是下了个雪。通常我们是碰不到这些的，当然是比如说那种经常去摩旅经常去追求这些天气或者追求这些路的人的话，那么是碰到过的。一般的人是碰不到这些的尤其是你比如说真的刚刚想开始要骑摩托车的人的话，你根本就碰不到这些天气了，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对吧？本身嘛，试驾的话也不会像一些真的他们这些大佬一样，都是去跑过那种地方的。试驾车本身就有局限性，对吧？那么我们在试驾的时候能够碰到这个天气的话，也算是一种怎么说呢？幸运吧，大概。我能安全的回去，那就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了。我现在前面都已经看不见，哇！在这种天气里面能够试驾到正好这样的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说，这个视频的话，我觉得。虽然我现在说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平静，这个语气什么的都非常的平静，因为今天就不能搞得太厉害，对吧？就不能太嗨。今天如果真的太嗨的话，容易出事，所以语气啥的都是比较平静的。不过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觉得参考价值还是挺高的。在这种天气里面，然后试到了这个车，然后知道了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性能在这种长途旅行中，你比如说真的碰到这种恶劣的天气的话，那么也是相当的不错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这个车便宜嘛，在这边只有150万日元这个的话算下来的话，应该也是不贵的。所以说当然了，我不知道国内它这个卖多少钱，然后有很多人。私信跟我说，他想要看这个车，是不是在国内这个车是能买得到的状态嘛？如果能够买得到的话，这个车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毕竟其他的那些车都超级贵，那这个车的话有这个性能的话，完全 OK 作为一个入门车来说的话，真的是无可挑剔哇，雪越来越大了，雪越来越大了。这个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得专心的开车。雪越来越大了，大家应该看到，不行的，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